我们都知道老兵维权是吧？或多或少都看过老兵被打得满头是包、满头是血。那么打老兵的是什么人呢？无论他的身份是特警，还是武警，还是防暴，其实通称一个字，或者叫一个词，是吧？新兵。新兵不会变为老兵吗？为什么他们下手这么狠呢？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最可爱的人。军人的待遇正在提高。其实你要是现役，不仅是待遇，你最起码在基层受到的尊重比所有的行业都要高，因为你是他们的枪，你是这个政权的家丁，你已经不是国家的军人了，你是私人的武装。如果你要是在振臂高呼你拥护习主席，那么你就属于有觉悟的人。习胖不仅仅喜欢那种听从中央调遣的，而且要守政治纪律，守政治规矩，要知道敬畏。敬畏谁呢？普天之下，只要敬畏他一个人就可以。每到王朝灭亡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看到所有的军队都会变味儿，任何一支军队养活他的就是钱。所谓的正义是对知识分子说的，所谓的大义名分是对官员官僚队伍说的。对于丘吧就是钱，没有别的东西。因为要维持一支军队，维持他的训练，保持他的战斗力，它整个就是一只吞金兽。这不是你印出来的钱，而是你要能保障它的物质。所谓的3年自然灾害期间，在劳改队和在军队都不容易被饿死。那么今天呢？劳改队还是一样半死不活，是吧？现在只是名称叫监狱了。一般情况下，他不会让你饿死。军队他一定让你吃得饱饱的，因为他要依靠你来弹压地面，你是他最后的仰仗。我们一直被训练成军人是保家卫国的，是吧？是非常崇高的一个职业。那么1949年之前，我们就知道它是一支党军，它是由共产党领导的。1949年以后，也是由共产党领导的。所有军人的宣誓都是忠于党，忠于祖国，忠于人民。人民是被虚化掉的，祖国呢？有共产党执政的才叫祖国，对不对？他要保卫的是他的执政权。所以所谓的祖国，在现役军人的眼里，跟共产党执政是划等号的。因为他首先要忠于党，这个党在中国除了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任何东西。那么提高军人待遇呢，我们在清末看到过2个例子。一个例子是新军，那新军
清政府认为高薪养着他们就能捍卫清政府，他们失算了，是吧？最后造反的也是新军。那么民国政府组建之前，武昌起义以后，是吧？饷枪了以后，为什么能维持一支军队在跟北洋作战呢？其实只是跟北洋的陆军，是吧？北洋的海军在萨统领的默许之下，基本上是观战。湖北的新军起义以后被发了光复饷，是清政府给他们待遇的3倍。当然了，这有一个前提，因为湖北的饷银源于湖北要押解到中央政府的税款，没有来得及上交，所以他有钱发。到了南京临时大总统时期，为什么只撑3个月呢？因为所谓的国民革命军民军总司令黄兴上台以后，就要遣散20万民军，因为他没有钱可以发，所以这些造反派很快就变成了乱兵，在南京城大肆劫掠。由此你就可以看出，军人其实是靠银子堆起来，来让他们拎着脑袋在玩命的。中国社会中本质上还是那种好男不当兵，是吧？好铁不打钉。现在的军队跟以往没有什么不同，有点门路的都去上学了，甚至出国留学了。如果你不是为了退役以后有一个事先就被安置好的工作指标，不是为了地方政府给你的补贴，不是为了高额的士兵津贴，今天还有人愿意当兵吗？愿意去放弃和平的生活，每天累得像狗一样，在面对自己的父老乡亲，面对着曾经的同学，去禀报，去驱赶自发性的这种群体性事件。在大多数国家，军人都是一个非常令人骄傲的职业，在中国不是，至少现在不是。所以他们没有什么思想，完全就是被高薪诱惑着的。这个待遇它不仅仅是给你钱，而且给你一个康庄大道，是吧？只要你愿意当兵，愿意为了捍卫共产党的执政地位，能下狠手，能面对以前的战友，能面对所有上级要求你去镇压的人群，你在军队一定能混得开。这是一个没有底线的时代。因为当兵的也是来自于中国的普通民众，有钱有门路的早就跑了，你是没有路走，你才会选择去当兵。我们知道有很多特种招兵的方式，是吧？文艺兵卫生兵女兵。被招之前你不知道这是一个大染缸吗？就跟演艺圈一样，出事的概率很大，
为什么还有人削尖脑袋把自己的女儿往军队送呢？因为他们非常希望能够获得一个参与分赃的机会。男兵其实也一样，你混进这个队伍，你不仅是为了一份工作，为了一份退伍之后能够被安排的工作，你更希望能混一张党票，你根本就不会枪口抬高一寸。有太多的人巴不得有参与镇压的机会，因为你要靠它来为你今后的荣华富贵奠定一个基础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没有什么最可爱的人，他们也不值得同情。对中国军队的整个构成，大家应该清醒地知道一点，一支军队的战斗力来自于基层的官兵，不是说我有一个将军，是吧？在习总书记的安排之下，在习主席的安排之下，我就能带好一支军队。一支军队最基本的战斗力，不是来源于高精尖，而是来源于基层官兵的素质。现在这支军队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相对是比较次的，因为它的来源就有问题。今后如果要靠它打仗，可能很难。它是一支内卫部队，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帮助这个政权来稳定住他们的统治。真的有思想、有抱负，愿意为国家做一点事儿的人，其实在军队中很少。而且军队呢，这2年已经变了很多，将领们小心翼翼的，是吧？那么管理这一块呢，越来越收紧，连武警都收归中央军委管理了。中国的军队在习时代其实已经出现了很多变化。之前你斜肩产校，是吧？送点钱，家里面给你抽点银的，你自己呢，一个哈哈2个笑，装个好人，最起码你还能混过去，甚至能混一张党票，买一个3等功。现在已经不是了，他必须要让你站队。许多军人已经参加过一些对民众的镇压，不是每一个现役军人手上都那么干净的。今天习胖给你加的工资是有原因的，他给你们提升的待遇，给你们树立的样板，是为了让你花更多的力气，与良知做决断，来追求更大的骨头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